欢迎来到16频道，今天来聊一下 My Stephen 的原作小说，关于一个纯情直男被渣男掰弯的故事。明明两个人就互相喜欢，但都死不承认。如果喜欢看互虐、互吃醋、追妻火葬场的话，就一定不可以错过这一部。那现在再来看看纯情实习生是如何被渣男上司掰弯的吧。注意后面会还有大量的剧透，所以不想要被剧透各位请斟酌使用哦。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主角，共同名角叫爽，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男女通吃，性格暴躁，对年纪比他小的人有很严重的偏见，觉得年纪小了就是任性，不顾他人感受，所以他在找对象的时候呢，都只会挑年纪比他大的。受的名角叫俊，比爽呢小了5岁，性格开朗活泼，很讨人喜欢，有一点单纯，所以呢很容易就被有心人的拐走。故事开始，俊呢是爽的好兄弟的弟弟的朋友，因为搭上大人而认识的。爽的好兄弟叫台，因为俊呢在单亲家庭长大，所以台就把俊呢当成是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照顾。不过因为爽呢本身就对年纪比他小的人带有偏见，所以从一开始就已经看俊呢不满，对俊呢态度呢自然也很不好。俊呢第一次见到爽呢是16岁的时候，看到爽呢莫名其妙的针对自己，自然呢也会很不爽，所以曾经对爽呢做过各种的恶作剧，在外人看来他们就是非常的不合。但有一次俊呢却不小心看到爽呢在自慰，而且呢还被爽呢发现了。那个时候的俊呢有一个刚交往了3个月的女朋友，对于这些事呢就是好奇，但是呢又不敢问别人。爽呢见俊呢反应呢很单纯很可爱，就想要捉弄俊，所以爽呢就说自己可以教俊。之后俊呢就被爽呢带偏了，互相的用手帮对方呢来了一发。事后的俊呢情绪很混乱，但爽呢却一副没什么的样子。后来有一晚，俊呢去酒吧被下了药，差点被偷手机偷钱包。爽呢及时出手救了俊，但因为俊呢被下了春药，整个人呢很不舒服，也没办法自己解决，所以爽呢就出手帮俊呢解决了，而爽呢自己也顺便的来了一发。但就在酒吧事件发生没多久后，爽的父亲呢就去世了，所以呢他不得不回家处理家业。爽跟俊就这样子直接断联了4年，直到俊呢要去台父亲开的公司实习，两人才再次相遇。在分开的4年，两人都改变了不少。俊呢因为爽的关系，意识到了自己不喜欢女生，所以呢开始跟男生约会。而爽呢在家业稳定后呢，就到了台的公司上班。虽然呢他还是继续的游戏人间，只是偶然呢却会想起俊呢这个小屁孩。本来他还想要调爽呢去越南的分公司，但爽呢却听说了俊呢要来实习，所以爽呢就用了母亲在泰国作为借口，拒绝了调任，继续留在曼谷的公司上班。当看到俊呢到公司实习后，爽呢就开始有意无意的缠着俊，捉弄俊。没多久后，爽呢就得知俊呢性取向了换了，得知俊呢居然在跟男生约会，爽呢就觉得很不爽，而且呢还不爽到找俊呢吵架，而且吵架吵到一半还吻了俊。之后爽呢还要传讯息吵到俊的吻技烂，俊呢整个傻眼又生气。后来有天俊呢去酒吧的时候惹到了别人的男朋友，很无辜的被揍了一顿，爽呢及时出手避免了事态恶化。爽呢在救了俊之后，又再一次嘲笑俊的吻技烂。俊呢其实经验不多，所以他很在意爽呢每一次的嘲笑。俊呢把心一横，想要爽呢教他这些亲密事情的技巧，爽呢答应了。但同时爽呢也要求俊呢在还没有出事之前呢都不准再跟任何人发生关系，而且呢连接吻也不行。从那天开始，爽呢就时不时的找机会亲俊。俊呢一天到晚都被爽呢吃豆腐，还觉得自己在学习。但同时爽呢也会关心俊的生活，像是会送俊的衣服，会送俊的回家，还会要俊的小心身体，不要感冒。种种不良的行为都让俊呢心动得不得了。其实这个时候的俊呢还有一个暧昧对象，对方呢是一个0号，因为俊呢一直以为自己是1号，但是在跟爽练习的过程中，俊呢开始怀疑自己呢其实是0号，所以他就告诉了暧昧对象，也向暧昧对象来道歉了。而暧昧对象其实也没有对俊呢放太多的真感情，所以他除了谢谢俊呢告诉自己以外呢，还很开心的带着俊去酒吧，想要帮俊呢认清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0号。但是俊去酒吧找人试这件事呢却被爽呢发现了，爽呢及时赶到，很生气的把俊呢带了回家。既然俊想要试嘛，爽呢就奉陪到底，所以两人就正式的发生了关系。之后两人的关系继续如常，只是爽呢越来越会照顾俊，会带俊呢吃饭，也会关心工作忙而加班的俊，自然俊呢就越来越常对爽呢心动。后来爽呢跟俊呢又发生了关系，
春儿想要问清楚爽他们现在到底算是什么关系。爽儿回说春儿是他的学生，春儿有点伤心，但没有表现出来。后来春儿还发现爽儿跟公司的人质好像在暧昧，但是他却只敢怒不敢言。相反，爽儿就不是了，只要看到春儿跟谁稍微亲密一点，爽儿就会对春儿发脾气，不准春儿做这个，不准春儿做那个。而且爽儿甚至公私不分，连在工作事情上也捉弄春，结果却害春儿被公司骂了一番。但春儿还是脾气很好，所以爽儿只要稍微道歉了，春儿就会原谅爽。后来春儿上班路了有工程，害春儿每天早上要花3个小时才能到公司。爽儿就提议说春儿可以搬去他的家，所以两人就开始同居了。同居后的爽儿虽然会照顾春，但同时也管春儿管得很严，不准春儿跟其他人太亲密。春儿一开始觉得爽儿是在吃醋，但是当他问爽儿为什么管他那么多的时候，爽儿却只会说他能要求他照顾好春。春儿就一直默默的在心里受伤。而且即便同居了，春儿也看到爽儿还在跟人质暧昧，春儿就更伤心了。而爽儿跟人质就是炮友的关系，但是其实自从跟春儿重遇之后，爽儿就已经对人质没有欲望了，只是念在旧情了而应付一下而已。爽儿根本已经没有兴趣跟别人做了，他一心的就只剩下春，但是爽儿却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喜欢上了春，因为春儿年纪比他小，而且春儿还是台人很照顾的弟弟。爽儿就一直自我催眠说自己跟春儿只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后来两人关系越来越亲密，春儿甚至还跟爽儿回了老家一趟。待在爽儿老家的时候，春儿喝醉了，但是他还有意识。借着酒意，春儿向爽儿告白，说自己爱爽，但爽儿却只回了谢谢。隔天两人都以春儿喝醉为借口，很有默契的没有提起前一晚的春儿告白。但是后来春儿却听到了爽跟爽的弟弟在聊天，春儿听到爽说绝对了不会把春儿当作可以发展的对象。听完后，春儿默默的哭了一整晚，之后也决定要对爽的死心，要重新的找一个可以认真发展的对象。之后春儿就去了酒吧，想要找找看有没有可以发展的机会。爽儿发现后很火大，冲到酒吧闹了一番后，就直接把春儿带了回家。春儿被带回家后，终于受不了，情绪爆发了，骂爽儿自己的事轮不到爽来管，骂爽儿只会拿台人作为借口来照顾自己。之后春儿就甩门而去，搬到了朋友的家暂住。看到春儿激动和受伤的样子，爽儿才意识到自己真的伤害到了春。但这个时候爽儿还没有发现事态的严重性，因为他觉得自己始终跟春儿同居，而且春儿也需要到公司实习。爽儿觉得等春儿冷静过后，两人就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一番。结果春儿已经下了决心要放弃了对爽的感情，所以春儿透过了台的帮忙，搬了新家，调去了别的分公司上班。因为春儿也封锁了爽的所有联络方式，所以爽儿完全找不到春。当意识到春儿真的要放弃这段感情的时候，爽儿才终于发现自己太晚了。爽儿崩溃到哭了出来，整个人变得超级颓废，工作做不好，外表又不打理，变得像一个山里洞人一样。后来台人也终于有点写不得，暗示了爽儿可以在哪里找到春。最后爽儿终于在公司旗下的工厂见到了春。爽儿一见到春儿就很直接的不拖泥带水的向春儿道歉，而且还说自己爱春。但经历过前面的种种，春儿当然是不相信爽的话，觉得爽儿只是一时兴起而已。见到春儿完全不相信自己，爽儿是直接跟春说自己要开始追春。之后爽儿就是每天都借口去工厂找春，改掉了讲话粗鲁和容易发脾气的性格。爽儿会照顾脚而受伤的春，又会不停的送饭和不断的撩春。春儿对于爽的态度也因此一点一点的放软。春儿之后甚至还愿意跟爽儿去看电影。然而当爽儿请求春儿当自己男朋友的时候，春儿还是拒绝了。爽儿才终于意识到当初春儿告白，但他却只回了谢谢，那对春儿来说是有多大的伤害。但是爽儿还是没有放弃。爽儿终于向春儿坦白为什么自己不愿意跟年纪小的人约会。原来爽儿曾经跟一个年纪比他少的人交往，但这个前任却陷害了爽，让老家的人都以为爽儿有骗未成年。爽儿还因此差点被警察抓。虽然最后事情平息了，但爽儿却要为他没有做过的事情而道歉，因此爽儿决定再也不跟年纪比他少的人约会。听完爽儿的过去，春儿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过去爽儿一直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感情。但就在春儿想要给爽儿一个机会的时候，爽儿又突然的搞消失。春儿觉得自己很蠢，
但是很快春人就知道原来爽人生病了，而且是重病到几乎下不了床的那种，所以春人就去探病。然而一到爽的家，春人却看到公司的人质呢正在照顾爽，春人觉得自己还是被玩弄了，想要逃走，幸好被爽的看到并拦了下来。爽呢跟人质一起来向春人澄清，他们呢以前的确做过炮友，但现在已经断了，而且爽的家里也不是只有人质在，爽的好兄弟其实也在，但春人还是无法100%的信任爽。爽呢也承认过去的自己很垃圾，而且他也没有能力改变过去，但爽呢还是求春人给他一个机会，给他时间向春人证明自己只爱春一个。最后春人心儿终于软了下来，答应跟爽的交往。之后春人搬回来跟爽的同居，也调回到公司实习。后来两人顺利的见了家长，得到双方家长的祝福。最后爽人要回老家继承家业，春人跟着爽一起回了老家生活，完美赏花。以上就是 MyStop 的原作小说故事。小说看到后面其实会对爽人感到很烦躁，因为他就是一直缠着顺，但是又不愿意给人家一个名分，所以看到后面我真的很想要大喊说，你算什么男人啊。不过后面爽人也是被虐的蛮惨的，名副其实的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算是中规中矩一部小说，然后有蛮多的暗示这样子。有兴趣的可以上 Map 上面找他们小说来看。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对 MyStop 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分享，一起讨论。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